今天是被大家催了很久的蒸锅对比，看看我拍的这一堆视频素材，大家应该就能理解我这个视频为什么这么慢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在我分享我自己锅具收纳的那个视频，我发现评论里好多都在说大蒸锅难收纳，怎么收纳的，可见日常蒸锅的收纳困扰着不少人。所以北鼎可能看到了这个痛点，出了一个这样的长长的方方的电蒸锅，而且它这个操作面是在这个窄边的，这点对很多厨房来说真的非常节约台面的空间，而且这个颜值放在台面上都可以是一个装饰，可能这也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原因。摩飞形状跟北鼎类似，体积也差不多，收纳空间其实是跟北鼎差不多的，但是它的操作面板是在这个长边，当你在使用的时候，可能对大部分厨房台面来说会相比北鼎占空间一点，不过具体要看你家厨房的台面空间设置。这个大蒸锅是30厘米的内口径，当你收纳的时候肯定是比北鼎和摩飞占用的空间大的，使用的时候就是占用一个灶台。再来看看具体使用过程中的容量怎么样。如果蒸包子，以这个8-9公分直径大小的包子为例，这个30口径的蒸锅单层可放5个，北鼎单层可放4个，摩飞单层正好可放6个，可见长方形比圆形空间可利用率要高很多。如果蒸鱼，这个是我常用鱼盘，正好可以放下我平时常用的，但是我这个鱼盘不算长的。这是摩飞原配鱼盘，这个是北鼎原配鱼盘。对北鼎来说，这3个都是可以放下的。这个是摩飞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来看一下它们各自的功能，功能方面区别还是有一些的。摩飞的有速蒸、燕窝、速炖这3个功能，这边就是时间选择。它还有一个干烧缺水提示，就里面如果没水了的话，它会提示你缺水。北鼎的功能更多一些，有速蒸、精蒸、细炖、酸奶，主要是这个酸奶功能相比摩飞要多一些。酸奶就是40度恒温，这个功能也可以用来发酵。它也有预约功能然后这个是调时间的。另外它还有一个保温功能，而且就是每次程序结束后它会自动保温2个小时。缺水提示也是有的，还有就是超过预设温度时它会有一个超温提示。水箱方面，摩飞水箱是 1.8 升，北鼎是2升。北鼎可以在侧面看到水位线，也可以在侧面加水，也就是说在蒸的过程中发现缺水了或者水不多了，可以在这里临时加水。摩飞没有在侧面留加水口，最好是蒸之前先确保内部水位充足。速度方面，速度跟功率有关，摩飞2000瓦，北鼎1500瓦。现在来看一下上气速度。为了能更快的上气，他们都做了一些巧妙的设计。北鼎是通过这个中间的发热盘加热，并且在这里加了一个聚能环。加了这个后，这个环里面的水分能更快产生水蒸气。官方宣传小于1分钟上气，实测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。现在有气了。摩飞也是中间这个加热盘加热，但它是只抽取少量水箱里的水到这个中间的加热盘，所以它可以蒸汽秒出，官方宣传是8秒，这个真的一点都没有夸张。普通蒸锅，那这个上气时间根据锅大小不同和加水量的区别，应该怎么都要个3到5分钟吧。反正我这个锅差不多5分钟左右才有少量蒸汽量。第二是上气后蒸食物的速度，我分别用7只虾来测试各自的速度。虾我是没有装盘子，直接铺在蒸架上，这样速度会更快。摩飞官方宣传5分钟蒸虾，所以我设置了5分钟。可以看到蒸汽几乎是秒出的，通过玻璃其实可以观察到很快虾就可以变色。从开启机器到结束就花了3分钟时间，这样蒸出来的虾真的很鲜甜，不需要任何调味料和香辛料。我空口就吃了10多个。北鼎的官方指导7分钟蒸虾，因为我不加盘子，所以也定时5分钟。北鼎的出气速度会相比摩飞的慢一点。3分钟的时候虾也已经全部变色了，但是我尝了一个感觉味道还怪怪的，所以还是蒸足5分钟。普通蒸锅上气后的速度也很快，跟摩飞差不多。
2分钟左右就全变色了，蒸足3分钟味道也差不多，所以蒸虾这轮摩飞总用时3分钟，北鼎总用时5分钟左右，普通燃气蒸锅8分钟。现在来看一下它们的结构和配件啊。摩飞下面是一个水箱，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鸡汁盘，鸡汁盘是不锈钢的。当你蒸完菜之后，你是可以整个连鸡汁盘一起端走的，这里是有防烫把手的。然后你想蒸单层的时候可以这样，这样就是一个加高的容量，也可以只用这个，这样就是内部高度稍微矮一点。然后蒸完后也可以这个整个拿走。然后双层的时候它是只能这个放下面，在这个在上面放一个。现在来看一下北鼎的，北鼎的是下面水箱，这个聚能环，然后这个接汁盘，它这个接汁盘是 PP 材质的啊。当你单层的时候可以这样，想双层的时候就把这个配件加上。然后这个如果你想直接端走的话，只能这样子。摩飞的话是可以直接连接汁盘一起端走的，北鼎的话接汁盘是不能一起端走的。摩飞配送的是一个鱼盘，一个这种深炖包，还有2个炖盅。北鼎标配的是一个鱼盘，一对玻璃炖盅，但是还可以另外买大炖盅和这个猪猪盒来配合使用。我觉得北鼎在这个配件的使用上真是挖空心思啊！在使用这个大炖盅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聚能环拿掉，把配的这个支架放进去，再把这个大炖盅放进去，这样就是变成了一个隔水炖。如果你还想在上面加蒸格，这样也是可以的，这样就变成了下炖上蒸的一个情况。摩飞的是蒸汽炖，然后这样的话上层就不能蒸了，除非你把这个盖子拿掉，这样就可以上下一起蒸。它们各自还有2个小炖盅，北鼎的这个容量大很多，大概500毫升，它也是这样放进去隔水炖的。加了这个玻璃炖盅后，也是可以下炖上蒸，上面照样可以再蒸一层。摩飞的容量小很多，大概只有300毫升，然后它也是蒸汽炖的，就是下面不接触水的，也可以上下同蒸。隔水炖和蒸汽炖具体来说有什么区别呢？我分别炖了1杯等量的燕窝和1杯等量的银耳来测试。北鼎是按照它官方指导燕窝细炖30分钟，摩飞是选择燕窝模式，参考北鼎的时间设置30分钟。30分钟后，北鼎这边的燕窝是大部分化水了，摩飞这边还是一丝丝的。银耳是北鼎这边会比摩飞那边更软一点。如果用北鼎的隔水细炖功能和摩飞的速蒸功能去比，两边分别加250毫升水，10分钟后，摩飞的2个炖盅都是93度左右，北鼎2个炖盅85.7和88，稍微有点温差，看着有点复杂，说明同样用炖的功能的话，北鼎的隔水炖会比摩飞的蒸汽炖要快挺多的。但如果你想让摩飞快一点，也可以选速蒸或者速炖去尝试。好了，表面的区别就是这些，大致的总结是摩飞速度更快，北鼎一些辅助功能更多更细致一些。其实我还把它们跟台式和嵌入式蒸烤箱一起测试了蒸包子、水蒸蛋以及水汽滴落的情况。由于视频时长关系，而且我也怕再讲下去会把你们绕晕，所以我们下个视频再来看吧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拜拜。今天就我一个人啊，来做一个超快手的早餐。
啊，实在是太香了。先看看这个吐司，太松软，太好吃了。这个烤肠也很好吃。